回到家里，我会先把包包挂在玄关，然后洗洗手，洗去脏污。因为我有经营自己的频道，所以接下来就是我的剪片时间。剪到一个段落之后，我会去洗澡，顺便敷上面膜保养一下，接着回到客厅按摩放松，滑个手机看个讯息，或是打开电视追剧。接着我会回到卧室结束一天的行程。我是燕，金窝银窝还是自己的鸟窝，只要做得开心都是好窝。挖家到你家，走访极简收纳跟 DIY 达人的家，就像你，就像我，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分享他的独特故事，期待也能引起你的共鸣。看下去之前，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本节目感谢 Ease 简易镜赞助播出。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嗨，大家好，我是燕。目前经营燕窝计划已经有大概2年多左右的时间了。其实刚开始我在创立这个频道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在 Dcard 上面写了文章，结果那个文章就莫名其妙就爆红了，才想说可以用一些拍影片的方式去记录一下生活。其实我本身真的蛮喜欢买东西的，所以晚点的时候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燕窝计划这个频道里面呢，本身会分享一些居家生活相关类型的影片。如果大家对于燕窝计划以及居家生活有兴趣的朋友啊，也欢迎追踪一下我的 IG 以及 YouTube， 在底下的资讯栏啊，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我的相关资讯哦。好的，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燕的家。小编有做功课，知道 Dcard 的爆红文章就是现在住处的改造分享。燕，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趣事吗？其实我觉得在装修过程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工班这件事情啦。因为工班是刚好是家人认识的朋友，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比较困难。因为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需要解决问题嘛，但又不好意思对工班大小声。真的建议大家未来在找工班的时候，不要找朋友，一定要找那种不认识的。除此之外，燕也提醒大家，若是自己找工班的话，在挑选瓷砖上要特别跟师傅讨论好呈现的方式，才能避免掉对花或跳色不完美的问题，得到自己最想要的家的样子哦。接下来能请燕带我们参观一下你的家吗？没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客餐厅的区域。这个位置啊，我当初就有思考，就是要放餐桌。我在天花板上面呢，就只有安装了这个轨道。IKEA 吊灯呢，它通常都要直接顶在天花板上，用了一些简单的5金改件，把它变成是一个轨道灯的头。在我的这个空间里面，就可以放置在这个位置。这个层架其实本来放置的位置不是在这边，不过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空间做软装最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移动位置，或是我们平常有要增设一些家具啊、家电的时候啊，这些软装就非常好的可以去移动它，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营造空间的氛围跟环境。原来如此，看来 IKEA 真的很适合 DIY 族群。但小编发现燕的摆法看上去都是一个格子里只放一样物品，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主要呢，我觉得在开放式空间啊，要放置东西啊，如果都塞满的话，看起来就很容易凌乱。所以呢，我会在开放式空间的这个层架上面都固定只放几样物品就好。有些东西呢，我会觉得比较好看，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上面。像是有一些喷雾啊，或是一些家电。这一层的话呢，我放置的是真空保鲜机。那这个真空保鲜机呢，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用，因为它不挑带。在下面这一层呢，我放置的是家居品牌的一些商品的 DM， 这些 DM 呢放在空间里面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跟摆设。在旁边呢，我放置的是我自己平常习惯吃的益生菌，里面呢，它其实我有一些收纳的小巧思，像这种铁盒子，我们只要放置纸板在里面，那稍微折一下它的形状，就可以让它做一个分层的收纳。哇，这个方法好聪明！利用纸板就能客制化专属于自己的收纳分层，快点笔记起来。那么层架下面是怎么收纳的呢？我们在层架的底下放置一些收纳盒，那在这些收纳盒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放置一些小杂物，平常用不到的杂物呢，我们都可以收纳在底下。在最底下呢，我这边收纳的是一个 IKEA 的踏脚凳，平常如果要拿高的地方的东西啊，就非常的好用。然后这个层架啊，它可以非常好去自由灵活的去组装，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东西啊，都非常的好收纳。每个层板的位置啊，也可以自己做调整，我觉得非常方便。在层架中只放置一样物品，看起来会让每个东西具有独特性，而且摆放的东西数量少，看起来也比较整齐。客厅空间看起来也很清爽，可以请燕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在规划这间房间啊，其实我买了将近有850公斤的淘宝家具，所有的家具都是在淘宝上面购买的。我总共花了大概16万的台币，以及差不多4万块的运费。不过这个金额对我来说呢，其实还算 OK 的金额，因为如果在台湾买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真的会花更多钱。在电视柜跟茶几这边啊，我是选择一个，它是一个套组的。不过这个茶几就真的比较重一点，考量到它的自由性跟方便性，我在后面啊还是自己加装了4颗轮子在这个茶几组下面，那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移动它。在电视柜上面，其实我做一些简单的小巧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放电器的地方啊，多多少少都会比较凌乱。不过啊，我就用了一块布去遮挡它，眼不见为净，其实看起来空间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眼不见为净的做法，真的是燕一直挂在嘴上的个人收纳小秘诀。客厅区看起来没有什么收纳空间，是家里真的东西很少吗？在这沙发床啊，它整体呢都是一个可以收纳的空间哦。它在底下都可以收纳一些杂物，像这边呢，我平常呢就有收纳一些平常会用到的杂物，像卫生纸啊什么的，我都会放在这底下。会建议大家可以收纳一些比较轻的东西啦，在移动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困难。哇！看似没有收纳位置的客厅，原来是透过家具的多功能性，将收纳空间隐藏起来了。当初啊，这个沙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点，就是头部跟颈部这边就比较没有支撑的位置，所以坐起来蛮不舒服的。刚好在 IKEA 有看到这个颈枕个支撑的这个垫，只要插在我们的沙发后面，我的头部跟颈部就有一个支撑的位置。那遥控器的收纳其实也很简单，我有买了一个收纳遥控器的这个袋子，放在我的这个沙发床的这边，放置一些平常会用到的遥控器。那在进行收纳的时候呢，也非常好用，然后也非常的方便哦。燕说，当初看到 IKEA 的靠垫真的是运气爆棚。另外，旁边沙发后的画作很漂亮耶。其实也是在淘宝上面购买的哦。我觉得淘宝真的很万能，什么东西都有。那当初是觉得说，可能在客厅的这个布置啊，会稍微有一点空，所以买了这幅画。我自己是蛮满意的啦。如果摆入家具后，还是觉得空间有种说不上的空虚感，那么试着挂上一幅画，增添艺术气息，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哦。蛙家开会员制度喽，每个月最少只要1杯饮料的钱，就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优质影片。加入会员以后，你可以享有以下5种挖到宝的专属福利。只要点击频道右上角的加入，进到加入会员的页面，选择好你想成为的级别，点选加入后，再输入信用卡资讯就完成了。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也可以找到相关连结，只要简单步骤就可以享有5大会员专属福利，还能成为挖到宝的一员，陪着蛙家一起向前冲。赶紧加入会员，支持我们创作更多新的影片吧。客厅旁边是一面长虹玻璃拉门，拉门后面就是卧房了。为什么拉门会选用长虹玻璃材质呢？因为我这边呢是属于长形的设计，只会有一面的采光。为了要保持这个空间的这个透光性，所以呢我这边使用了这个长虹的玻璃的拉门去做一个空间的这个光的延伸。一方面看起来呢也有隐秘性，一方面呢也会让这个空间呢都充满了光线。我觉得卧室啊就是一天的开始跟一天的结束，所以这个空间呢我相对的就会布置的比较简单。其实在床头的布置啊，我当初其实是想要用真的植物，只不过我是一个植物杀手，所以我才选用了这些假植物，看起来呢也蛮美观的。那一方面也不需要常常去照顾它。咦，旁边这瓶好像刚刚在客厅也有看到。这罐呢，其实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除臭喷雾哦。我自己啊有放在客厅啊、卧室啊以及浴室里面。我觉得它的味道真的很香哎，我觉得它这个拍空间里面啊真的很舒服，有淡淡的味道，然后也可以喷在衣服上面，以及喷在衣橱里面进行芳香的作用哦。我觉得它最大的重点就是因为它的包装真的很可爱啦，所以我有特别把它的纸盒留下来，然后可以当做是一个空间的摆设。如果有人跟我一样啊喜欢这种中性调的香味啊，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这个品牌哦。听说燕的卧室也很值得参观，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在这个床头部分啊是有插座可以插的，我特别呢有用了这个 MagSafe 的这个磁吸的装置，那平常在晚上呢要充电啊什么的，我就直接磁吸在上面就可以了。这个床架的底下有这个感应灯的部分，只要晚上呢脚经过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己亮起来，在晚上行走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不小心踩到东西啊或跌倒。而在床头柜的这里啊，我有放了一些像是卫生纸啊，以及一般常常会使用到的遥控器的部分在旁边。那这面墙啊，其实我刚
开始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后面我觉得太空了，蛮无聊的，所以才做了一个这个热土灰泥的墙面。我自己花了大概8小时的时间去 DIY 这面墙面的。那它其实在施工上面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在施工的时候呢，不是所见即所得。那我在施作这面墙面的时候呢，其实只花了1500块，算是非常经济实惠。相信大家如果有兴趣 DIY 的话呢，也可以去试试看。这面非常有质感的墙，竟然只要花1500元，也太划算了吧！如果是想省钱，或是对 DIY 有兴趣的蛙粉们，可以自己试试看哦。接下来，我们请燕来介绍一下衣柜的部分吧。这个拉门衣柜啊，其实也是我在淘宝上面购买的哦。不过在装这个拉门衣柜的时候，其实有遇到蛮多问题的，所以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如果要组装这种比较大型的家具啊，可以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啊，或是请别人直接组好来，或者直接买一些现成的已经组好的家具，会比较适合。衣柜的收纳，在上方挂的部分啊，是我的外套以及我的衬衫的部分。再来就是底下的衣服啦，这已经是我所有的季节的量了。所以其实也没有很多，我就一次的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衣架的部分啊，其实我都是使用这个 IKEA 的衣架，在所有的整体的空间呈现上面啊，就不会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颜色，看起来呢也会比较统一。再来就是我们拉门衣柜的另外一边啦，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吊挂大衣的地方，不过我其实没有什么大衣啦，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地方呢都使用这个可以拉的这种收纳篮。那这里面呢就会收纳一些寝具用品啊，以及换洗的一些用品。如果要买这样子的收纳品的话呢，一定要选择硬一点的材质，像我选择的这个材质比较软，它其实蛮多地方都已经变形了。没有错，像是这种层层叠高的收纳空间，收纳盒的材质就需要坚固一点的，才能使用得更久更顺手。右边衣柜没有贴墙，是有什么考量吗？在这个衣柜旁边啊，我预留一个小巧思。这个巧思呢，就是这个收纳连身镜。它平常呢没有在使用的时候呢，是可以收纳在衣柜的旁边的。那我要使用的时候呢，搭配了这个旋转的五金啊，它就可以把它好好的拉出来。我平常很喜欢在这个角落里面照镜子，因为照着照着呢，就会不小心就觉得，今天的光蛮好看的，然后就会一直照，然后就开始拿起手机自拍这样。我们刚刚把房间看了一轮，发现燕真的在淘宝上买了非常多东西。有什么经验是可以跟网友分享的吗？淘宝上面啊，其实有一个功能啊，叫做以图搜图。假如说你刚好有看到一个喜欢的家具，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家具呢截图下来，贴上去之后呢，它就会自己帮你找到类似的产品，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进行查找以及比价，然后再进行下单啊，或者是购买。因为通常淘宝的家具啊，它绝大部分都送中国国内的嘛，所以呢，他们相对的就会觉得送到海外比较麻烦，而且可能会因为不想要负责海外的售后服务，所以就选择不送。所以呢，在运送之前呢，要先跟厂家确认说它是不是可以送到台湾，然后再去做选购。再来就是在淘宝上面买家具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要找集运商，因为很多集运商是没有办法送家具的，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他一定会收家具的厂家，顺便再询问一下这个厂家是不是有提供打木架的服务，有的话呢，你再去下单，再去购买会比较顺畅。接下来，请燕帮我们介绍一下浴室吧。我觉得它这个浴室啊，给我一个很放松的感觉。我真的很喜欢这面花砖，为了这个空间上面的精简化，我把洗发精跟沐浴乳都装在了这个壁挂式的给皂器。我觉得一方面自己洗澡的时候就很像在度假的感觉。其实这镜柜跟面盆都是在淘宝上面购买的。淘宝其实购买面盆跟镜柜啊，其实真的心脏要很大颗，因为真的很容易破。镜柜下面呢，其实我安装一个灯条，这个灯条啊，它不是只有照明的功能哦，它还可以营造出一种也是情侣的氛围啦，有它跟没它真的差非常的多。再来，我觉得在这个浴室里面有一个让我很痛苦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当初选择了黑色的五金。黑色的五金呢是非常容易会有水渍的，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是目前正在装修，在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黑色的五金。咦，左上角那个木箱是什么呢？其实这边呢，其实它是一个热水器，因为我觉得热水器放在这边真的很丑，所以呢，我特别呢买了一些这种木条，做了一个这个像是遮挡的一个部分，然后再加上这个磁吸的这个装置，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它遮挡住。平常如果要调整温度啊、开关机啊什么的，也可以这样把它打开。这洗衣篮呢也是从淘宝上面购买的哦，这个我用了很久了啦，我从之前旧家一直沿用到这个新家都是使用它。它可以分层收纳自己的衣物，然后看起来也蛮好看的。没错。
错，这就是刚刚在卧室里面介绍的除臭喷雾啦。这个真的可以把这个空间从难闻进化到好闻，真的超级厉害的。今天燕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场景，家里看起来很整洁，在维持空间上有什么秘诀跟大家分享吗？其实空间维持整洁的最大秘诀就是你要维持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你平常使用完东西之后呢，就要放回它的原位。再来就是你在规划这个空间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所有空间的收纳范围都规划好。收纳的时候呢，一定要依照自己的习惯去做收纳。什么东西你常常在那个地方使用，你就收纳在它附近。再来，我觉得收纳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眼不见为净。我自己的话，在收纳上面呢，我就很喜欢搭配一些不透明的收纳盒。在收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把它收进去，然后也比较不会看得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看起来呢，在空间上面呢，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凌乱。平常我会使用布搭配伸缩杆，然后去做收纳，它就有一个遮挡的作用，可以帮助你让这个空间里面看起来更加的美观，也不会那么凌乱。我觉得改造房间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慢慢来，而不是一次就要到位。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当下还没进去生活，还不知道这些东西适不适合自己。我们要慢慢的让房子适应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适应这个空间。让空间适应我们，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可以请燕帮我们简单介绍几样你现在很喜欢的小物吗？好，首先第一个呢，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 IKEA 的推车。像我现在是收纳食物啦，我在其他空间也有收纳一些器材甚至是之前拍摄道具也会放在上面。然后再加上就是它可以放它的砧板盖，它就可以当做是一个平面去做使用，真的非常方便跟实用。再来第二个就是扫地机器人它真的离不开我的生活。我觉得我使用它之后呢，我从来就不用担心地板的整洁的问题，然后每天下班回来都可以拥有这个干净的空间，对我而言真的很棒。第三个呢，就是我最近的新欢，就是简易净的除臭喷雾。它的味道真的非常天然它除了有这个天然的香氛之外又有银离子的一些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又可以除菌再来就是它又是跟台湾的小农合作的，所以它真的非常的好用而且又可以支持台湾的农产业，真的非常喜欢。最后，我们很好奇，燕在家中最喜欢的角落是哪里呢？我自己其实最喜欢就是卧室的空间，因为卧室的空间是我花最多心思的一个地方。我蛮常会喜欢待在卧室里面，可能平常休闲的时候也会在卧室我自己呢，在工作的时候，我也喜欢在窗边搭配着我的桌子跟一个小椅子，然后我就可以在窗边工作。我自己很喜欢光洒下来的感觉，会让我更有动力去工作。致力于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变成放松身心的小空间。感谢燕今天超棒的分享。听说燕曾经当过驻唱歌手，平常也会录 cover， 可以为我们唱2句吗？我是放开你那个烂好人，为了你对自己够狠，没关系没关系，天使也会迎来掌声。挖家到你家是一个常态征稿的新单元，不管你是收纳、极简或是 DIY 达人，欢迎点击资讯栏链接报名，期待下一次到你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最后记得锁定挖家，每周3更新，我们下周见，拜拜。